不是，这都这么久了，这女子怎么还不出来啊？那还用问吗？王爷也是血气方刚的汉子啊。你看我干嘛？你看你的字儿啊！那个折笔顿一下。王爷，小女连大字都不认得几个，更别提让我练字了。他非但没碰我，还逼我练了一晚上的字，到如今我的手腕还疼着。你可还记得他都让你写了哪些字啊？我只认得什么前后不见，古人天地。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者。念天地之悠悠，独怆然而涕下。是这么多字。你先退下吧。看来崔行舟心境苦闷呐，一定是因为他死刑的目的没有达到。我看，他很快就要败兴而归了。淮阳王并非等闲，他大费周章而来，绝不会这么轻易的放弃。这诗，分明是他故意写给王爷您看的，恐怕里面还隐藏着些什么。将这封密函送至京中，即刻启程。那幽州王，幽州王心意已决，不劝也罢。陛下既已许诺，以4帝之前史司之职，嘉奖第一位入朝觐见的藩王。我相信北方诸多藩镇，定会有目光长远的识时务者。他也没跟本王说过陛下还有许诺这回事啊！好个淮阳王，居然还摆了本王一道！北地这些藩王，就算得了朝廷抬举，谁又能撼动得了王爷的地位啊？旁人本王都不会放在眼里，可若是那个，再探再报，本王要知道崔行舟的所有动向。是。王爷此去北周，不用多带些人吗？不必了，有些重要的事情，只能我自己一个人去办。这是2匹卷，那个呢？4匹卷，8匹卷。来这个吧。好。瞧一瞧，看一看。打包吧，打包。您识货。上好的寿品，交给你了，里边请。走。不是外面的，下次再来啊。特别好。这走这一回，这货还不够卖呢啊！到时候啊，北周、西周啊，那船一开，咱们去西周啊买个货站，那里的商路更广，南北通衢，嘿，这皮货生意啊越做越大。哎，各位好，这都是上好的寿品，您瞧瞧，怎么样？2两。舅舅，这里离北周远不远？近得很啊，刚修的官道，若是换满，也就10几日。插头，是不是想家了？外祖父应该还在家里等我们吧？那好，我告诉你啊，日后咱俩若准谁去哪儿，一定让林妈妈给你做你最爱吃的酥油饼子，给我做我最爱吃的烤乳鹅。哎，咱们一家其乐融融在院子里。哎呦喂！哎呀，这生意啊，不论做多大，北周永远是你我的家。
什么？救你命用的。臭丫头！请娘娘慢用。皇后娘娘，昨日刚送进宫的姜瑶，御厨选用了最新鲜活泛的，咱们崇华宫可是头一份呢。好香，尝尝。你的，你的，多谢娘娘。从前石府的厨子也做河豚鱼羹，瞧起来倒是与宫里的别无二致，可尝起来真是天壤之别呢。一则是食材新鲜，二则，想必这御厨多用了蒌蒿、荻芽、松菜，才使得香甜滋味更甚。快多喝点。真的好喝，好喝的，您快尝尝，您尝尝。真好喝。是啊，确实不错。娘娘，我给您倒一点，多喝点。福玉申拜见皇后娘娘。福公公有何要事？陛下吩咐老奴来请娘娘前去一叙。娘娘还请安心用膳，老奴在此候着便是。去，茶。娘娘，礼部拟了贵眷宗室的告封名单，皇后也过目一遍吧。妾身遵旨。可有错漏之处？礼部思虑周全，妾身认为没有错。糊涂！妾身愚钝，还望陛下明示。此刻好了吧？啊！起来吧。皇后在宫中难免孤寂，孤已经准了石夫人进宫探望。多谢陛下。我方才交代的事情，可都记下了？记下了。今时不同往日，在宫中行事，可莫要乱了分寸，落人话柄。是。皇后娘娘，石夫人。启禀皇后娘娘，林衡属派人送来了金春新玉的杜鹃花，按仪制先拿来崇华宫给皇后娘娘挑选。那几盆粉绢清雅端丽，倒是少见。皇后娘娘位极中宫，当配最雍容华贵的正红色，方能彰显气度。可是我更喜……娘娘，难道要将那正红色拱手让给景阳宫，选那些妾色？
便留下这几盆吧。是。容色再少见，也是旁之侧出，难登大雅之堂。原还指望你在宫中协助你父亲，为石家谋得庇佑，你却这般唯唯诺诺，助长了那景阳宫的嚣张气焰。母亲，如今时局初定，我在宫中也是步步谨慎，实在不宜挑动纷争。你不愿争，便是石家不争。不过是桩小事，何必斤斤计较？学姐，你觉得你这个皇后之位是如何来的？我看得出，你是个聪明孩子，自然也明白，陛下倚重的从来都是你父亲，是石家。因此，这后位上坐着的是石家的女儿，你要当皇后，也是石家的皇后。从前，你可以靠些荒唐运气，可往后，若你不能得力，不堪当这个位置，你父亲膝下可还有很多懂事的女儿。学季明白。宋夫人，夫人慢走。皇后娘娘，夫人已经送走了。松华，这杜鹃好看吗？这可不是别人挑剩下的，这是世上最好的杜鹃花。我原以为桃李繁荣，今非昔比。但其实自始至终，什么都没有改变过。你饶了我吧，爹！若不是新皇登基，官府送来2封赦令，你们2个逆子，是不是打算一直瞒着养山的事儿，瞒我瞒到满门抄斩？哎，爹，我可没那么大胆子，我只是帮着相瞒，这都是大哥的主意。我让你管家，不是让你护着帮着他们胡天野地。哎，爹，可不能再打了，爹，再打大哥就被打死了。也差不多了，见红了。你既有脸回来，就应当知道为父今日一定要打死你。是。绵堂年纪那么小，你带着他胡闹也就罢了，还牵扯到如此是非当中，也不知道谁带着谁。你说什么？啊，我是说呀，我不应该带着绵堂啊胡闹，还惹这横祸。爹，我错了，但我跟绵堂这也算从龙啊。如今新皇登基，我俩事成身退，深藏功与名，从此啊做个安分人，再也不搅和这江湖是是非非了。放屁！在京城里加官进爵的那才叫从龙，
你们只是当电刀头的。一封轻飘飘的免除徭役、既往不查的赦令，就把你们给打发了。是。唉，这朝局俨然还要乱一阵子。你们两个给我听好喽，再不可以卷入此中是非。这件事从今往后，绝不可以往外说。是。假期已罢，安安分分的过日子。是。唉，你们还有什么事儿瞒着我吗？没了，就这一件。家主，六娘子回来了。你打自己做甚呀？你找棉堂出去就好了，你打自己做甚？棉堂回来了。这几年，我一直以为你能好好在京城待着，做着崔家的媳妇儿，我还盼着你生下个孩子，早日过上相夫教子的美满日子。可你呢？是绵堂不孝，辜负了您的期许。你是不孝，你老实说，你和陛下之间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哎呀，您别气坏了身子。我说，子瑜是舅舅早年行镖时偶然结交的挚友，我与他也是那时相识的，但并不知他是何人。后来，我不愿盲婚哑嫁，做那素未谋面的崔九之妻，便央求舅舅想要投靠养山。可我深知外祖父定是不想让我与那来历不明的人相交，这才出此下策。假意成亲，又借山匪之名，策划了这么一场荒唐的逃婚戏码。待我去养山之后，我与子瑜朝夕相处，渐渐的就知道了他是何人，也知道了他的谋划。你和你舅舅一直把我蒙在鼓里，一搭一唱，真是演了一出好戏。唉，这些年，你同陛下一直在一起？绵堂一直欺瞒外祖父，实在是该打。哼。可事到如今，我也不想被更多人知晓，还希望外祖父一定为我保密。不管从前如何，如今他已是高高在上之人，与我也没有任何关系。绵堂这几年至少自力更生，也学会了很多做生意的门道。将来留在北周后，我就赚些银钱补贴家用。待我稳定后，我就协助舅舅们把镖局重新张罗起来。见了些世面又能如何呀？从今日起，安安分分的在家给我待着，啊，外祖父的镖局好歹还能撑着，这生意上的事儿用不着你操心。哼，他当真去了北周？千真万确，华阳王现下应已进了城。真若是让北周得了封赏，岂不是如虎添翼，很快就要骑到我幽州的头上来了吗？啊！王爷尚且顾虑重重，不愿上京，他北周王又岂是好相与的？
你说的很有道理。哼，就凭北周王那个一点就着的脾气，淮阳王在北周王那儿绝对不会有好果子吃。京城，说什么本王都不会去的。陛下封赏的福气，本王就不贪领了。陛下知道王爷对上京有所忌惮，特意让崔某来带一句话。这些年，北周的藩王们和吴氏的通信，都一一在陛下手里捏着呢。不过他一封未看，都给烧了。那你想说什么？我知道王爷是怕心惶清算，怕落得一个削藩家破的境地。崔某到北周这一路走来，纵览北周，好山好水，广厦万千，良田万顷。不过王爷所拥有的，也就是这些了。想和朝廷对峙，您还没有筹码。你以为你说这些话，本王就畏惧了吗？哼，淮阳王是刚从幽州而来吧？碰得一鼻子灰，可擦干净了。他幽州王都不肯赴京，我凭什么当这出头的船？幽州王是个明白人，我只需给他一些时日，让他彻底想明白了，他自会入京的。淮阳王，你还强成什么呢？幽州王纵然是蠢的，但是他也不甘心当替死鬼呀。王爷若还是不信，那崔某就只能甘愿为之了，就扣在你们北周。至于幽州王是试金石还是替死鬼，那您就等着看结果吧，对您没有半分的损害。若是幽州王如崔某所言，赴京觐见并且平安归来，那王爷也好知道当今的陛下是如何的宽仁和坦诚。那他若回不来了呢？那你就杀了我这个言而无信之辈。崔老弟啊，你怕不是在请君入瓮，故意找由头对我们北周动武吧？哎呦，我这出来我就带了这么多伴当，我那些军队都远在大河之北驻扎着呢，就只接幽州，跟你这北周之地远着呢。我若是想请王爷入瓮，我也没那本事吧？好，既然你想留下来做人质，那就依你所言，且行这一步先看看。但在此期间，你若是离开我北周半步，别怪我不客气啊。自然，周城李光彩是崔某恩科童年旧友，多年未见了。崔某住在他家里也行得方便，还望王爷准许。既然淮阳王豁出性命为之，那本王就行你这个方便。停车！啊，不用跟着我。京城一别，没想到会在此处遇见你。对不住啊，认错人了。店家怎么卖啊？
随便起的名字。我这小院啊，连王府的柴房都不如。早知你来，我就好生休憩了。这般的场景，甚是怀念。我是真没想到啊，你竟然不顾自己安危，甘愿到北周，做北周王的人质。这是你黄雀在后的计策吧？算不上什么计策。只要我在北周安安分分的待着，跟那个北周王亲厚相待，哼哼，有的人自然会着急上火。我就知道，你不是一个意气用事之人。此事若成，当属大功一件呐。战功赫赫的淮阳王，你可想好要向陛下讨要什么样的恩赏了吗8字还没一撇呢。不过我确实有一事相求。对了，有件事情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你说。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。乔家招婿了。招婿？他就这么迫不及待的要嫁人吗？急。当年淮阳王府招婿楚太妃将你姐姐嫁入京城，前后才多久啊？行，招婿。你刚才说什么？没说什么。啊？那他们还有没有什么别的动静？那我就不得而知了。行。二舅母，绵堂，我怕你在京城待惯了，不习惯北周的寒凉，我让青英把她的被子给你拿来了。二舅母费心了，请坐。表姐，青英，好久不见。你来了也不说一声，我好去迎你啊。我就是想在这个院子里多看看。这海棠院还是和从前一样，没什么变化。是玉英，我住过来后，这就改叫玉英院了。这孩子，你表姐刚回来，跟她说这些做什么？你可是乔家的嫡长女，难不成怕你表姐抢了你的家产不成？绵堂啊，我看着你比出嫁那会儿可清瘦了不少啊，在夫家没少受委屈吧？我前年生了一场大病，所以许多事情就记不太清了，因此一直幽居在夫家的别院里，倒是也没受什么委屈。就是我这个病吧，不能生养子嗣，因此就算夫家再怎么心善，毕竟只有一根独苗。待我的病好转之后，我们便商议着和离了。哎呦，可怜的孩子。来，这些银钱你拿着，今后缺了什么、短了什么，就跟二舅母说啊。二舅母持家不易，明明夜晚寒凉，还穿着这么薄的织锦。绵堂心里很是心疼。这些都是葛布做的，我就这几件衣裳来回换着穿。二舅母如此节俭，这个是绵堂的一点心意，还望二舅母可以收下。你这是？我如今寄住在外祖家，吃喝一应都是需要花销的。这些银钱虽然不太多，但是也够眼前的开支了。绵堂，你这也太客气了，这使不得呀。总不能我回来了，多一个人多一张嘴，又平添花销吧？二舅母就不要跟我客气了。那你既然都这么说了，我就不跟你推辞了。好，快把被子给你表姐啊。我的个乖乖，这么多银钱啊！这小蹄子还怪会审时度势的啊！
知道这个家该向谁低头。此番他回来，祖父看着是发了大火，其实心里还是偏着他的。给他这个院子不说，那床新的苏绸被面连我都没见过呢，定是祖父私库里藏的好物。这丫头的手段你不知道吗？那从前还没住到乔家来呢，不就一直在笼络你祖父的心吗？也是，过几日啊，我也给你要一床那个被子，就说给你当嫁妆。哎呀，母亲，那苏绸被面也没什么好稀罕的，你还不知道，他从小就心计深远，你莫要被他这些银钱给蒙了心。他这次回来，什么合理不合理的，他说你就信啊？怕不是被人给休了，赶着回来分家产的。我这大清早啊，找李瞎子算了一卦，今日是大吉，想看姻缘啊，最合适不过了。走过那位，就是乔家娘子吧？想来乔府如此年华的女子，那必然是乔家娘子了。没想到，她竟有如此出尘之姿。她是我们乔公的外孙女，她父家凋敝，暂时投靠在我们乔家。不知这位小娘子的庚帖可否由您收管啊？她是外姓人，这个你就要问家公了，我可不清楚。绵堂，你派陆中提前回北周，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？此前舅舅提及外祖家境况不好，又言辞含糊，我心想，这家中若不是到山穷水尽的地步，舅舅是不会开这个口的。家里的事，本来就不应该由你这女子操心。都说是家中之事了，难道我不是家里的一份子吗？陆中以客商的身份入北周，他打探到外祖父正在着人寻夏家，要变卖镖局。我竟不知道家里的境况到了这般田地。有人惦记着外祖父那点家产做嫁妆，连媒婆都亲自去迎了，这外祖父心里能不着急吗？想来你早有了打算。我准备给陆中写封回信，还望舅舅能够协助我。绵堂记得外祖父尤爱吃肉。年纪大了，这胃口啊不比从前了，倒是你太瘦了啊！回头从账房多支500文，给他好好补补身子。是。青英的事儿定下来没？还没准呢。那苏家当着媒人的面，不关心青英，反倒对绵堂问东问西的。你说我这个做舅母的也不好说什么呀，只得说家公重情重义。反而啊，这和离还家的外孙女倒胜过了未出阁的嫡孙女。绵堂的事儿让苏家知道也没什么，总归是要说开的。顺道让媒婆呀找个好人家，最好是2个小娘子同时从乔家嫁出去，咱们风风光光的，好事成双嘛。我从未想过嫁人，也没有再嫁的打算。我会按照青英的标准，
给你找一户好人家，啊，你放心吧。哎呦，阿公，两位娘子一起出嫁，那是双喜临门的好事儿。可是，要按青音嫁人的这个标准办，出2份嫁妆，那咱们乔家今后只能吃菜汤度日了。嗯，我不会嫁人的。胡说，女子怎么能不嫁人呢？女子不一定非要嫁人才能有口饭吃。绵堂也想重振家业，有自己的活法，保证衣无缺，食无忧，让外祖父放心。至于有些人爱指指点点，那一定也是嫉妒绵堂过得比他好。那绵堂应该高兴才是啊。二舅母，吃米豆腐的时候要蘸点醋，才能吃出螃蟹味儿。绵堂，外祖父几时让你在家里吃不上饭了？我已择定了神威镖局的买家，家业银钱都用不着你们操心。我乔武在北周打拼了大半辈子，难道连外孙女的嫁妆都出不起吗？哼，笑话！今春的花开得甚艳，两位妹妹往年可有见过如此美景？都比不上今春。皇后娘娘，其实妾身少时应该见过您。妾身少时常随母亲去青州石府拜访石夫人，那个时候娘娘的姐姐雪霜还待字闺中，与妾身交情甚好呢。啊，雪霜姐姐是调香的行家里手，妾身精于香道，还是当时跟雪霜姐姐学的呢。时日况久，我没什么印象了。倒是你这身香馥郁的熟悉，是佳姐的方子。妹妹怕是记错了吧？你是礼部尚书的幼妹，又是李国公的嫡女，自当是与石家的嫡女相交。那时候咱们娘娘身居闺中，嫡庶有别，你又如何见得？啊，如此想来，还真是妹妹思虑不周了。他竟然说嫡庶有别。路过御花园的小太监只听见这一句，皇后娘娘没有回应，当时自己都忍下了。这河洛丸子真是外酥内滑，一口下去满嘴的咸香。娘娘该出一册书，就叫《上善见膳食全著》。好。起来吧。皇后用的挺香的。陛下，这香味道如何？香风舒缓，就是这味道有些不寻常，好像从未闻过。是什么香啊？这是妾身少时惯用的，并非什么淑品。但若陛下喜欢，不妨拿这香料去问问荣嫔，她才是香学的行家里手。荣嫔。她出的香品讲究就更多了。陛下近日对你可好啊？
恩宠有加。往日都是6、7日来一次我宫里，这月里2、3日便要来一回。还允了云儿初1、15立休省亲，回来给义父义母请安。甚好。安排荣嫔入宫，是为了助你啊，不是为了分你的宠的，这也是义父的本意呀，女儿明白。石家那个庶女有何依据啊？石雪霁对后宫的充填无甚反应，倒是与那荣嫔相处的不错，经常向她讨教琴棋书画。这淑女啊，有自知之明啊，学了这些技艺，知道自己上不了台面。快去跟姨母请个安啊！是。